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Chinese Tonight，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好。我是 Peter， 最近后台收到好多留言，好多朋友说，李好 Peter， 我想从零开始学中文，但看着那些方块字就头大，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。相信这也是很多零基础学习者的困扰吧？太对了，其实不止零基础，很多刚开始学中文的朋友都跟我说过，要么是听别人说中文像听天书，反应不过来意思，要么是自己说的时候发音怪不说，还总忘词，明明背过的句子一到嘴边就卡住。没错，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也这样。那时候我每天背生词、背语法，背得头都疼了。可一跟中国人交流，还是只会说单词，不会说句子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学语言不是死记硬背，而是要找到一个能让耳朵、嘴巴和脑子联动起来的方法。说到这个联动的方法，今天就要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个零基础救星——影子跟读。可能有些朋友听过这个词，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，也不清楚它为什么对中文学习这么有用。今天我们就掰开揉碎了讲，还会带大家实际练一练。先问问大家，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听到一句简单的中文，比如别人跟你打招呼，你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，哦，他是在跟我问好。或者自己想说一句问候语，翻来覆去想发音，结果说出来对方还要反应一下。这其实就是听和说的衔接出了问题。对，而影子跟读解决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。它的核心逻辑特别简单，就像影子一样，别人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，但不是盲目跟，这里面有几个关键步骤，缺一不可。Peter，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给初学者总结的影子跟读4步走吗？当然记得，我现在教身边学中文的朋友，都先让他们练这4步。第一步是盲听变译，就是先不看任何文字，只听这句话，试着猜一猜它是什么意思。第二步是模仿跟读，听完之后尽量模仿说话人的语气发音，跟着读一遍。第三步是对照修正，拿出拼音和英文释义，看看自己刚才听对了没，读对了没。第4步是重复巩固，把这3步多来几遍，直到不用看提示也能流利说出来。总结得太到位了。可能有朋友会问，不就是跟着读吗？有这么神奇吗？还真有，因为零基础学中文最缺的不是背单词的能力，而是语言直觉，就是听到一句话能立刻反映出意思，想说一句话，嘴巴能自然地说出来，不用先在脑子里翻译一遍。完全同意。我之前有个美国朋友，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每天背50个生词，可1个月后还是不敢开口。后来我让他每天练20分钟影子跟读，才2周，他就跟我说，现在听到你吃饭了吗？不用想就知道是问我吃没吃饭，自己也能顺嘴说出来了。这就是影子跟读的魔力，它能帮你在听和说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，不用经过中文、英文、中文的翻译过程，慢慢就形成了肌肉记忆。而且这种方法一点都不痛苦，不像背单词那样枯燥，练的时候就像在跟人对话一样，不知不觉就记住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拿 HSK 1级最常用的句子来实际演示一下，让大家更清楚怎么操作。就从最基础的问候语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开始吧。这句话不管是见面打招呼还是自我介绍都能用得上，特别实用。好呀，那我们先进行第一步盲听变译。现在我会说一遍这句话，大家闭上眼睛，集中注意力听，试着猜一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Peter， 你站在初学者的角度，第一次听这句话，能猜到大概意思吗？如果是我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你好可能能听出来是问候，因为跟英文的 hello 有点像，但是很高兴认识你，可能就只能听出几个音节，猜是很高兴加上什么，大概是表达友好的意思。
没错，初学者能猜到是问候或者表达友好就已经很棒了，不用追求一次就听出完整意思。接下来是第2步，模仿跟读，大家跟着我读一遍，注意我的语气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来，一起读一遍。我刚才跟读的时候，可能很这个字的发音会有点偏，还有认识这2个字，容易读得太快，连在一起就不清楚了。这时候就需要第3步，对照修正了，对吧？对的，这一步特别关键，能帮我们发现自己的问题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句话的拼音和英文释义，拼音是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英文释义是 Hello, nice to meet you。现在我们对照着看，刚才的盲听有没有猜对，跟读的时候发音有没有问题？比如我刚才认识读得太快，其实认和识是2个字，要稍微分开一点读清楚。还有很字是第3声，要注意声调，不然读成第1声哼，意思虽然能懂，但发音就不标准了。说得太对了，声调是中文的灵魂，很多初学者容易忽略。现在我们结合拼音和释义再跟读一遍，注意纠正刚才的问题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次读得更清楚啦？有，而且知道了英文释义之后，再听这句话，脑子里立刻就能对应上意思，不用再琢磨了。接下来就是第4步，重复巩固。我们多来几遍，第1遍慢速，第2遍正常语速，第3遍试着像平时说话一样自然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第1遍慢速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第2遍正常语速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第3遍自然语气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怎么样？大家是不是感觉越来越顺了？我现在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，而且一想到 Hello, nice to meet you， 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这句话，不是先想单词再拼句子，这就是肌肉记忆在起作用了。其实不止问候语 ，HSK 1至3级的很多常用句子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练。比如购物的时候会用到的这个多少钱，吃饭的时候的我要1碗米饭，问路的时候的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，这些句子都是日常生活中高频使用的，练会了就能立刻用上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补充一点，零基础学习者刚开始练的时候，不用选太长的句子，就选这种2到8个字的短句子，比如 HSK 1级的谢谢、再见、对不起，先把短句子练熟，再慢慢练长一点的句子，这样更容易有成就感，也不会觉得难。太重要了！很多人学中文半途而废，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挑战太难的内容，打击了信心。影子跟读的好处就是可以循序渐进，从单句到对话，从慢速到快速，完全根据自己的水平来调整。对，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学习者，他刚开始连谢谢都读不好，后来每天用影子跟读法练20个短句子，每个句子练5遍，坚持了1个月，现在去超市买东西，跟收银员对话都没问题了，还能简单聊2句。这就是坚持的力量，也是方法选对的重要性。可能有些朋友会问，我自己练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发音对不对怎么办？其实刚开始不用太纠结，先保证敢说，然后可以找我们的影子跟读系列视频，里面有标准的发音示范，还有逐句的讲解，大家可以对照着练。没错，我们的影子跟读系列视频就是专门为 HSK 1到3级的学习者做的，里面选的都是最常用的句子和对话，从单句练习到场景对话，每一步都有详细的指导。不管是零基础还是有一点基础的中级学习者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。而且视频里还有发音要点的提示，比如哪个字是轻声，哪个字的声调容易读错，还有语气的变化。这些细节光靠听音频可能注意不到，看视频就能更直观地学到。除了看视频，大家平时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练，比如等公交的时候，听一句手机里的中文句子，跟着读一遍。吃饭的时候，跟家人用刚练会的句子打招呼，甚至走路的时候，自己跟自己对话，
把练过的句子串起来说。我特别推荐大家情景代入式练习，比如练我要一杯咖啡的时候，就想象自己在咖啡店点餐，语气要自然一点，就像真的在跟服务员说话一样，这样练出来的句子才是活的，不是背出来的。说到情景， HESK 1到3级的考试里也有很多日常情景，比如购物、问路、就餐、问候。我们的影子跟读系列视频里也覆盖了这些考试高频情景，大家练熟了，不仅平时能用上，对考试也很有帮助。有朋友可能会问，我练影子跟读多久能看到效果啊？其实这个没有固定的时间，关键看大家的练习频率。如果每天能坚持20到30分钟，认真练10到20个句子，我保证2周之内，你会发现自己听中文更清楚了，说中文更顺了。我当初就是每天练30分钟，大概3周的时候，跟中国同事打招呼，简单交流，已经完全不用紧张了。而且因为是自然记住的，不像背单词那样容易忘。现在过去好几年了，那些当时练过的句子还能脱口而出。这就是影子跟读的另一个好处，记忆更牢固。因为它是理解意思加模仿发音加重复练习结合在一起的，不是孤立的记单词，所以记得更久，也更容易灵活运用。总结一下，零基础学中文，不用怕方块字难、发音难，先从影子跟读开始，选 HSK 1级的短句子，按盲听变译、模仿跟读、对照修正、重复巩固4步走，每天坚持20分钟，再结合我们的影子跟读系列视频，不出多久就能开口说中文了。对于中级学习者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练对话和长句子，比如我明天要去公园玩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这样的句子，通过影子跟读练熟了，就能很自然地用在日常交流里。如果大家在练习过程中有问题，比如某个句子总读不好，或者不知道选什么句子练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和视频里给大家解答。其实学中文没有那么难，关键是找对方法，不要一开始就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影子跟读就是一个轻松高效的方法，让你不用痛苦背单词，也能学会说中文。大家一定要去看看我们的影子跟读系列视频，里面有更详细的示范和讲解，跟着视频练，效果会更好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。希望每个零基础学习者都能通过影子跟读打开中文学习的大门，早日开口说流利的中文。以上就是本期的 Chinese Tonight。如果大家有其他中文学习的问题，欢迎留言和我们交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